亲密无间时，周丽喊过我宝贝、亲爱的。怀孕后，她会趴在我肚皮上摸呀摸。女儿就叫周如烟，既有我姓，又有你名。烟烟怎么样？婆婆告诉我，周丽有个从小到大的青梅，叫柳如烟。你要想办法抓住阿丽的心，争吵只会把人往外推。那个柳如烟就会给她灌蜜糖。为了绊住儿子，婆婆在楼梯上倒油。因为柳如烟回来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苏嫣嫣，自行车道骑行，路过一名老人时，被他一棍子抡圆砸倒在地，并骂我不要脸、暴露狂，说我穿的骑行裤和没穿衣服差不多，说我有伤风化，穿这样走街串巷就是勾引男人，而他只是替天下的老实男人教训我。我摔倒后，骑行裤蹭破，以至于半个臀部暴露在外。等待民警处理时，老人骂骂咧咧，脏话不重样。路人博主拍恶毒老人视频，顺道也将我收进镜头里。周丽恰巧路过，毫不犹豫脱下衬衣给我解围。我们就这样相识，而后相知。3年前踏进婚姻围城，生活不痛不痒，偶有甜蜜，偶有争吵，还有一个把儿子当成半个老公的婆婆。我怀孕了，胎教时，周丽趴在我肚皮上说，女儿就叫周如烟，既有我姓，又有你名，小名叫嫣嫣怎么样？我还没来得及发表意见，路过的婆婆啧啧2声。阿丽有个从小到大的青梅，叫柳如烟。我这才知道，周丽在我之前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。后来听说柳如烟说要回国，婆婆急了，你要想办法抓住阿丽的心，争吵只会把人往外推。那个柳如烟就会给她灌蜜糖，可我不为所动。过去是过去，现在是现在，我不会猜忌过去影响未来。但是婆婆对柳如烟很忌惮，在周丽不听话，非要去机场接人时，她在楼梯上倒了油，喊我出来吃水果，然后我从步梯上一路滑下来。她以为我受伤就能留住周丽，可即便我小腹出血早产，也没等阻止周丽接机。我在医院声嘶力竭生产时，周丽正陪着柳如烟吃牛瘪火锅，只因柳如烟说国外多年，就想这一口。我因生产太过用力，会因撕裂小便疼痛难抑时，她和柳如烟转战第2场好友庆功局。第2天初乳下不来，男催乳师正给我催乳时，周丽、柳如烟相携出现。阿丽，你怎么能容忍别的男人抚摸妻子私密部位？我在外面听见声音，还以为苏小姐刚生产完，身体疼痛才会喊出声音。现在看来是我误解了呢。刚生产完不久的我，身体还很虚弱，汗水长发粘连，模样狼狈，在催乳师的折磨下满眼通红。抬头瞬间看见2人光鲜亮丽，就好像他们是夫妻，而我才是那个脑袋拎不清、妄图破坏别人感情的第3者。身后原本用背撑着我的婆婆听到声音立刻起身，而我直挺挺栽倒。病床可以自动升降，她说床硬邦邦，没有人身靠着舒服，非要我靠在背上。我明白她的讨好。帮忙叫救护车时，婆婆还解释说，步梯上的油点是因为听到周丽说要去接机场柳如烟，不小心手抖才撒了出来。这些年她小动作不断，我只当她是溺爱、依赖儿子，特别是怀了孩子。我体谅到做母亲不容易，也为家庭和睦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便没计较。都是小苏菲请什么催乳师，和我可没关系。婆婆摆手解释，周丽眸光闪烁，
前程这么大，就找不到女催乳师了，非得用个男的？你就这么急着给我戴绿帽子？柳如烟一副看好戏的神色，婆婆垂头捏着衣角，你们这样算什么？我指了指和她十指相扣的柳如烟，周丽不放手，不回答，戾气爬上眉头。我不等她回答，接连逼问：给你割包皮时是女医生，去年给你治疗痔疮时还是女医生？如果因为初乳下不来，我选择男催乳师，就算给你戴了帽子，你早就不知道给自带多少顶了。因为当面揭破隐私，周丽恼羞成怒，男女能一样？看在你才生了孩子，我现在不跟你计较。嫣嫣，咱们走。周丽牵了柳如烟就要离开，我追着她后背喊：给你治疗灰指甲的也是女的。柳如烟一个哆嗦，立刻撒手。周丽给小宝取名嫣嫣，而我叫苏嫣嫣。柳如烟国外3年，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生活。婆婆还气得跳脚，你说这些干啥？早就告诉你。柳如烟几年前将我儿子哄得不知天南地北，要不是当初家里条件差，办不下欧美签证，他怕是当时就能追到国外去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怪不得蜜月旅行周丽非要选择欧美，因为2家巨大的经济落差。婆婆在我面前从来都是一副良善之相，但自从我怀孕，将公司大权转交到周丽手上后，一切开始悄悄然改变。婆婆开始给我灌输，家应该以男人为主，偶尔会聊一点点周丽、柳如烟往事，但主要都是夸赞她儿子多棒，多招女孩子喜欢，以此刺激要我重视周丽。再后来，柳如烟要回国，又教我怎么笼络她儿子，见我不为所动，便用上了苦肉计，楼梯撒油，让我滚落下来。只是不管是他，我以及肚子里的宝宝都没能留下周丽，也没让她有丝毫迟疑。现在婆婆成功让我明白青春遗憾的威力。3年夫妻情分，我想好合好散，但刚生下孩子，周丽就牵了青梅的手，迫不及待来炫耀打脸。我揉着眉头，妈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剩下的就不用操心了，这是我和周丽2个人的事。婆婆却拍大腿哭嚎，都怪你不中用，连个男人心也拴不住。这场景就好似丢了丈夫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他。我不得不打电话通知周丽，可她气头上挂断了，而我只得静静欣赏婆婆坐在地上闹腾，同时忍受着医院里人来人往，指指点点。等婆婆抹干眼泪爬起来后，又亲昵坐在床边劝说我：现在你是正牌夫人，那柳如烟现在只能算是3，这搁在以前她就是个妾，你睁只眼闭只眼，别跟计较了。她外面吃够了就会回来，我以前就是限制她太过，可你是她妈，你能等她回家？我不行，但我没说出来，无语，但还是点头，不计较。也是这时我突然意识到，以前我和周丽闹了小矛盾，从来都是婆婆出面道歉，看来是我宠她太过。还没出院，就收到了柳如烟发来的微信，照片上她身着洁白的丝绸吊带，肩带松松垮垮，要掉不掉。周丽紧紧牵着她的手，3年不见，我们的身体还是最熟悉彼此。苏嫣嫣，你这个替身除了用孩子绑住他，还能有点更高明的办法不？不知道只有家里吃够的男人才不会外面偷腥。他饿坏了，整整6次呢，可累坏我了。苏嫣嫣，怀孕了，你的手呢？你的嘴呢？你的脚呢？你不知道女人全身上下都是武器。哦，对了，你猜猜我们此刻在哪儿？以后不要再在我面前耍那些可怜的心机，只要我勾勾手指，周丽就会像狗一样舔上来。她亲过你那儿吗？
你知不知那滋味有多销魂？既要又要，不喜欢又想打我脸。我面无表情关掉手机，还未疏通的乳腺一阵一阵刺痛，小腹坠得厉害，身体上的疼痛并不能缓解心口的疼。这一刻，我有些心灰意冷。我辛苦抹平两家差距，远离以前的生活圈，努力融入婆家，可大度没有换来谅解，只有变本加厉的伤害。第二天，我开机准备打电话要律师草拟一份离婚协议，柳如烟又发过来一条视频，画面中她娇滴滴梨花带泪，半只肩带垂落心口，双手捂住前面，手背上有一条寸长的抓痕。阿丽，这是你家嫣嫣最喜欢的缅因猫，算了吧，你一会陪我出去打个疫苗就好了。她这样说着，却又面带惊惶，躲在餐桌下不肯出来。嫣嫣这个名字她不配，我心里从来只有你。说完，周丽一脚踢飞花花，小猫撞在墙上，呜咽一声落地，凄厉的嘶吼。可阿姨说，你们的女儿也叫嫣嫣，好疼。柳如烟话未说完，捂着伤口呜呜。周丽见此怒火更盛，伸腿就要再补一脚。婆婆从背后搂住了她，苏嫣嫣快要出院了，等她回来你怎么交代？交代什么交代？难道不应该是她给如烟赔罪？人重要还是畜生重要？我笑笑，当然花花重要，因为这是爸爸离世时送给我的，说他以后代替他陪在我身边。周丽也是在爸爸的病床前发的誓，牵了我的手，给了他最后的安慰。为此我感激万分，包容了婚后婆婆对夫妻生活的挑拨离间。可周丽却将一切当成理所当然。司机接我和孩子回家时，周丽还陪着柳如烟在社区打疫苗。进门，婆婆伸手就想要接过小宝，我拒绝了。她脸上挂满了堆砌起来的干笑。如烟刚回国，周丽就把她接到咱家暂住了。你放心，昨晚我看着呢，没给那女的机会。你也知道，我儿子太优秀，总有年轻女孩往他身上生扑。小苏啊，妈都是为你好，你还得自己想办法笼住人和心啊。我笑笑，知道了，我会给他订酒店。婆婆急了，订什么酒店啊？现在公司挣钱不容易，家里空房子这么多，你生了孩子还要买奶粉、尿不湿。婆婆掰着手指头还要啰嗦，我只用一句话便阻止了她絮叨。我自己有钱，我听话，好脾气，只是不想他们不自在。不过3年，他们就忘了。这个家原本姓苏，周丽、柳如烟还没回来，月嫂、保姆已经上门，原本空荡荡的家顿时热闹起来。司机带花花去宠物医院检查身体时，周丽回来了。她殷勤开车门，搀扶柳如烟下车，好似她才是那个刚生完孩子需要坐月子的人。而我已经安排人将柳如烟的衣服打包好，放在客厅正中间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周丽质问时，依然没有放开搀扶着的手。就是你看到的，女儿太小，需要有人照料，所以家里的客房不够了。我已经给柳小姐订好了酒店，你赶我朋友走。我笑了。周丽要不要抱着朋友送上车，送到酒店，再送到床上？周丽给了我一耳光。如烟未婚，你这样说，置他何地？置我何地？让咱们女儿以后怎么看爸爸？让小区里的人如何看周家？一句话里全是委屈。第一，柳如烟；第二是他；第三是女儿；第四是婆婆。没有我，果然是皎皎明月光，悠悠我心痒。爱心给出去容易，收回来何其难。哪怕柳如烟挑衅如丝，我还是想给我们的未来一点机会。我抱着这点奢求，又因为长久来的委屈，忍不住说话夹枪带棒。周丽却选择性听见，
他感受不到我的嫉妒和不忿，明知自己已婚，却从不在我面前避嫌。也许他只是在我面前从不委屈自己，想做什么便做什么。婆婆不踢泼油的伤害、试探，让我看到周丽心在何方。这一巴掌让明白，男人的心在哪里，爱便在哪里，身体在哪儿反而倒不重要了。小苏，你说你跟他倔强什么？妈都说过，阿丽也是被从小宠到大的。周丽原本还看着自己的手，有些不忍，甚至震惊懊悔。婆婆说完，她瞬间有了出口：对呀，都怪你胡说八道，我这才忍不住动了手。要是你好好说话，我能动手。柳如烟软绵绵来了句：连我一个长期生活在国外的人都知道，雄激素决定了男人更比女人拥有好胜心。你在阿丽朋友面前不给她面子，其实就是不尊重人。苏小姐，你要对阿丽多点信任。我不在意的笑笑。好，周丽朋友愿意住在家里就住下吧。王妈、李嫂，咱们收拾东西搬去大平层。婆婆本想阻拦，可我却再也不想留下。团儿还小，住在这里怕影响大人休息。只这一句话，便没人再拦着，就连周丽也没觉有什么不妥，还为我的乖巧听话点头，更没多问一句团儿是谁。第二天，律师告诉我，离婚协议已经拟定了好了，告诉我按照先前约定，婚后共同财产平分。我看了一眼，便转发给了周丽。半天后，她只回我：别闹，柳如烟只是回国休息一段时间，过些日子就走了。真是好笑，柳如烟一回国，她就成了跟班，忘了自己是苏嫣嫣的丈夫，也忘了是苏团的爸爸，甚至我将她先定的女儿名字周如烟改成苏团，她也没注意到。我原以为我们会成为一家人，也以为只要努力了就会感化，毕竟人心是肉长的。可我忘了，乱花渐欲迷人眼，也忘了人和人的世界不一样，而我和周丽，只有我在努力融入他的世界，他只负责接受和扩张。我给周丽打电话要说离婚的事情，他没接。柳如烟又发了一条朋友圈：小时候的情分就是不一样，本想住酒店，奈何朋友不允，盛情难拒。感谢阿姨，感谢阿丽。照片里，婆婆张罗了柳如烟最喜欢的牛瘪家庭锅，郑殷勤端着汤碗喂柳如烟，周丽筷子里也夹着虾仁要给她。柳如烟左拥右抱，好不得意，手机就放在餐桌旁边。宴请前女友是大事，接我电话是小事，或者我应该明白的是，只要是我的事情都是小事。我没再打电话，那就等他有时间再看离婚协议，我等得起。晚上，婆婆上门来访，进门就推搡我：苏嫣嫣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你爹去世后，是我儿子给你撑起了公司，现在你一句话要离婚，就要分走我儿子一半产业，你想得美！别墅呢？平层呢？家里的8辆车呢？都和我儿无关，一朝翻脸，堪比仇人。不问孙女抚养权，只是单纯不满足拿得少，这是周丽的意思，觉得给她分太少。盛怒中的婆婆神色一滞：我儿子才不像你这么没良心，他要我过来劝你好好考虑清楚，已经生了孩子，不要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就拿离婚说事。阿姨，如果周丽觉得太少，等她有时间了再找我聊。王妈送客，你什么意思？铁了心要与我离婚？婆婆还在客厅尖声吵闹，我扭头钻进卧室陪女儿团子。她还小，听到外面声音稍微大点，吓得一个哆嗦，哼哼唧唧，张开小嘴寻找安慰。不知道婆婆回去后怎么跟周丽说的，她扔下柳如烟来找我：你就非要在这个时候跟我闹离婚？
你连柳如烟离开国内都等不了，即便是她走，也要背负一个拆散别人家庭的罪名。我笑笑，好，离婚协议你看了，就等他离开后再离。你的要求我都满足。周丽摔门离开，我以为这就算不成文的约定，成年人保留着最后的体面。而后苏团长大了，也能告诉他，我和他爸爸相爱过，只是两个人走着走着弄丢了彼此。我和王妈带着女儿上亲子课程时，发现身后有陌生的50红光尾随。临我们快到机构时，那辆车突然开始加速，发现我们停车，他堪堪擦着车身经过。这辆车是想在行驶中撞击我们，借用交通规则制造事故，这是商业中最常见的下三路招数了。我以为周丽在外面又惹了人，既然这辆车被人盯上了，那我们明天出行再换一辆就好了。可等我第2日再出门，发现还是跟上了，这明显盯的是人，而非车。于是我便联系了惯用的第三方调查公司，让他帮我查一查对方底细。结果对方告诉我说是周丽委托的，这2天正在摸我的出行规律，排查我有没有外遇，然后制造一场车祸。我只是想离婚，他却想拿我的错，甚至要命。那好，我给他机会。在出门时，闺蜜周素便穿男装戴墨镜陪我一起出门。嫣嫣，姐妹为了你可是拼上老命了。放心，放心，这车是加固过的，超级防撞。我双手合十，有惊无险。墨镜上突如的闪光告诉我们，跟踪的人正在按快门。周素一边取笑，嫣嫣，你这前夫找的人不太专业啊，是不是舍不得花钱？一会搂着我的腰，还用食指抬起我的下巴，凑近我的唇，花式表演各种暧昧。说来也是缘分，周素和周丽同姓，可两人偏偏很不对付。周素瞧不上周丽愚孝，周丽也傲娇，嫌她多事，换男朋友太频繁，总之各种看不上。以往只要周素来家里，周丽必定找借口离开，所以一听说我要离婚，她便举双手赞成。现在知道我要防患于未然，演戏给周丽看，她特愿意配合。5日后，周丽打来电话说同意离婚，但是财产要重新分配，如果我不同意，她就提请法院来判。我说好，一般离婚官司正式庭审前都会协商一轮，我同意了。双方协商时，周丽扔出一叠照片，苏嫣嫣，你有外遇了就直说，何必拿柳如烟当借口？我接过照片，随意翻看了几张，就这，你就判定我有外遇？周丽厌恶地看也不看我一眼。夫妻3年，我那是给你面子，你还真想我找人把你堵在床上，那场面多难堪！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。脸，为了快速离婚，我虽不想解释各种原因，但也是极其看不上他这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之流。我打开手机微信，找到我在医院时柳如烟发给我的聊天记录，那些污言秽语我本想删除，但一念之差留了下来，这些反倒成了他爬墙的旁证。他想在离婚的当口多拿到一点财产，不可能，我给的只是他做苏团爸爸那份，再多的他不配。周丽看完，双眸中充斥探究之意。所以你想告诉我，咱们这是彼此？对，就是彼此。现在可以签字了吗？婆婆不懂，其实3年共同收入，哪怕拿走一半，3000万也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。为了苏团以后再见爸爸，我不想两人之间闹得太僵，也没想在金钱上苛刻。那如你所愿。周丽撅着嘴，干脆利落签完字后，将笔摔在地上。我其实是不明白的，假使我也犯错，
那也是双方都有错，凭什么他来这么大气性？半小时后，柳如烟发了一条圈圈说：过去的本想留在心里，奈何有人非要给机会，那我们再试试。原来都是前茶艺女友作祟。我体面评论：恭喜。周丽跟评：感谢离婚之恩。周素点评：你们俩的请帖就不要送了，删人删圈。哪怕她和柳如烟曾是小学同学，我明白闺蜜，她这是划清界限的意思。婆婆发圈：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，当年何必做恶人？我也跟风发了一条图片，是苏团刚出生时的照片，恭喜我去妇留女。周素立刻评论：谁说去妇了？我就是苏团的教父。这一刻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向过去的生活告别。从发现周丽旧情难忘到我生孩子到离婚，她没抱过女儿，也没有提过一句女儿跟谁。倒是婆婆像突然发作一样，评论了一句：奶奶以后想看孙女就不方便了。我不知道她做这个面子活给谁看。后来从周丽口中得知要搬离别墅，重新买房子时，婆婆还特意发了一条看新房产的圈圈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冷血到这个份上，不免让我有些怀疑自己对他们是不是太好了。周素怕我乍然单身，天天陪我苏团一起上亲子抚触课程。7天后，周素发了一条朋友圈，一张是她穿着男士西服戴墨镜搂着我的照片，一张是她陪我和女儿上课的照片。这是咱的新欢，咱的女儿团子，就说咱爷们不。周丽这才后知后觉，明白自己误解了我。她在微信上问：苏嫣嫣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又把柳如烟的6次炫耀截图发给她，给你和她的一夜6次合法机会。下次你们再互舔，请提醒她不要再找我炫耀。看茶女发文字，不如我网上找点精彩视频来的刺激。周丽突然解释：我没有，如烟只是试探你对我的忠贞度。好恶心的解释，好伟大的前女友情。我们离婚第8天，周丽突然说：嫣嫣，既然你我都没有爬墙，那咱们复婚吧。我回复一个红色 X， 婆婆开始删除她那些让人误解的朋友圈内容。原来周丽还是可以管住她的，只是以前我包容退让，所以他们觉得理所当然，而周丽只是喜欢怀念一切失去的。离婚第9天，婆婆打着看孙女的名义，每句话的言外之意都是我才是最好的，柳如烟不适合给人当媳妇。她坚持了1个星期，我没有接茬。周丽开始每天下班堵我。柳如烟在朋友圈明里暗里骂我用女儿勾搭前夫，说我是第三者。直到周素借给我她的小男友，周丽再找来时，周素男朋友搂着我，明晃晃炫耀着胳膊腕上价值1000万的名表。嫣嫣，你这前夫是有啥毛病？从你这儿分得3000万资产，就觉得可以踏入咱们圈子了？周丽是吧？你过来看自己女儿，我不阻止，但你要是再上门说一些有的没的，可别怪我找人挑断你腿筋。一通刺激加威胁，周丽这才老实了。1个月后，曾经跟踪过的我的那辆50宏光再次出现，这一次他避开了女儿团子，选择向我撞来。后半夜，周丽发微信挑衅：今天只是警告，这就是你玩弄我的下场。天亮后，我报了警，可我刚出派出所大门，周丽打来电话，言语间很是懊悔。昨夜不是我发的，是柳如烟，她气不过才偷了我的手机。周丽，管理好和现任关系，她发什么我不在乎，但是我今天差点被车撞死，已经报警，你自己去给警察解释吧。这件事发生之后，周素拽着我带孩子离开了前程一段时间，
后来婆婆朋友圈里画风诡异，一家人就像疯了一样，每天晒吃牛瘪火锅。周素指着图片问我：“这东西有这么好吃？”我在前城这么多年都没敢尝试。半年后，我们再回前城，周素告诉我一件令人震惊的事，是我婆婆在小区里给人抱怨时泄露的。周丽被周素男朋友威胁后，放弃复婚想法，在外面买醉。柳如烟送她回了家，当晚两人便睡在一张床上。1个月后，柳如烟向他求婚，他拒绝了，所以才气不过找车撞我。结果我又报警，两人向警察解释，然后又被说教。因为婆婆求情，也确实未造成伤害，我才没继续追究。事情当时不了了之。后来柳如烟说她怀孕了，要求婆婆天天在家做牛瘪火锅。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她在味道如此特别的火锅里加入了怀孕驴、怀孕马的尿液。于是一家子在吃牛瘪火锅期间服用了大量的天然雌激素马西茨酮，婆婆子宫内膜增生，患上乳腺癌，良性。周丽几乎和变性人差不多了，虽然现在正想办法治疗恢复，可在长期雌激素影响下，她的身体现在变得很差。柳如烟因为外籍身份被引渡，车里周素笑得乐不可支。苏团1岁时，周丽打电话说要看看女儿，我、王妈、司机全副武装出动，约在外面。婆婆泪流满面，那柳如烟太恶毒，我先前就觉得她不是个好东西，在我儿周丽面前做过一次恶人。后来她再回来，我便心软了。谁能想到她竟想出这样的损招？周丽喉结都快消失了，一张嘴声音都变得尖利。幸好嫣嫣给我生了女儿团子，否则听到这样的声音喊我嫣嫣，喊女儿团子，我顿觉恶心到不行。苏团生日时，周丽说买了生日蛋糕，邀请我和女儿一起，并打电话求复合，说是要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。我的每一步退让，她都想再进一步。既如此，这样的爸爸还是算了吧。嫣嫣，结婚3年，她从未称呼过我嫣嫣。我怀孕时，她说给女儿取名嫣嫣，结果却是祭奠她失去的爱情，失去的初恋柳如烟。如今我们离婚了，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喊我嫣嫣，又搞祭奠怀念这一套。她的嫣嫣是失去，从来就不是固定的人，不是柳如烟，也不是我，更不是团子。忍了几次恶心，这一次我再也不想忍了。我拉黑删除前夫、前婆婆，卖掉别墅、大平层，带着女儿换了住的地方，从此彻底消失在他们的生活中。而周丽因为先前清高孤傲，不想融入我的圈子，在打电话找朋友索要我的联系方式和地址时，根本没有人告诉他我在哪儿。再打的多了，朋友也干脆拉黑删除一条龙。圈子不同，本就不能强融。苏团2岁生日时，周丽国外驾车撞死了柳如烟，而我无比庆幸自己在最后一刻躲开了3年婚姻生活也没能捞起来的泥人。苏团3岁时，有人找上门来说周丽死前留下1000万，还有给女儿的一封信。我带女儿签收了，但把信撕了，问心无愧，落子无悔。周丽后记：第一次遇见苏嫣嫣的一幕，在我离婚后一直出现在脑海中。明明想和她好好过日子的，可为什么突然就有了离开的勇气呢？可能是前女友回国吧。我发了疯一样，想要从行动上弥补失去的青春。我忽视了妈妈，忽视了苏嫣嫣，忽视了女儿，都是柳如烟。离开了，为什么还要回来？回来就回来，为什么要给我的嫣嫣发那些似是而非的消息，让她误解，
让他心生怨怼，而后选择跟我离婚，勾搭我要跟我结婚。我只是没想明白，浅浅拒绝一下，他就像疯子一样要撞伤前妻，还骗我说怀孕了，让妈妈天天给他做牛瘪火锅吃。他耗尽了我所有的善良，也耗尽了我和苏嫣嫣的未来。现在所有人都抛弃我了，嫣嫣删除了我，共同朋友也删除了我。嫣嫣将我从她的全世界拔出，惩罚我再也看不到女儿。就像我们过去的3年只是一场梦。柳如烟，你害我至此，还想借着外籍身份逃脱法律制裁，我绝不允许。我的嫣嫣在离婚后还给我留下足够的钱，留一部分给妈妈，足够她余生安安稳稳活到老，再留一部分给我的女儿苏团。如果委托人能帮我找到她的话，女儿团子，当我的委托人找到你时，爸爸已经离开这个世界。你妈妈好狠心，她让我再也看不到你，请你不要恨她，犯错的是我，我已经为错误买单，余生不得见。这是妈妈给爸爸的惩罚，爸爸接受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后悔药，我愿花光所有积蓄兑换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